Hello， 大家好。疫情爆发后，超低利率把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推入史上最疯狂的阶段。但随着5月份以来价格增长停滞和销售下滑，市场正在迅速降温。现在7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看看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产市场情况。根据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纪协会今天公布的数据，7月份大多伦多地区共有9390处房产销售，这比3月份创纪录的11652套销量下降了40%，与2020年7月的11033套相比下降了14.9%。7月份的销售额环比下滑2%。7月份整个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销售价格与前一个月持平，为1062256加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6%。但是这一价格远低于在5月份创下的1108453加元的历史新高。自今年春季以来，房价年增长率有所放缓，但是仍然保持在2位数，这意味着很多的家庭仍然在极力买房。多伦多地区房产经纪协会认为，在没有更多供应的情况下，这种强劲的房价上涨压力将会持续下去。多伦多地区房产经纪协会还认为，虽然他们跟踪的所有4个主要房产类别销售活动均出现环比下降，但随着库存收紧，价格获得了一些支撑。7月底有9732个活跃房源，而6月份为11297个。尽管疫情导致人口增长停滞，但对自有住房的需求仍然强劲，首次购房者在市场上仍然非常活跃。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公寓市场在2021年出现明显好转，销售额与去年相比有所上升。安大略省的住房负担能力越来越差。不久前，安大略省房地产经纪协会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为了买得起房，45岁以下的潜在购房者中有46%已经考虑或者是正在考虑搬出安省，而33%29岁以下的人肯定或者是可能在安省以外购买房产。有56%潜在的买家对在安省买房持悲观态度。因此，长期来看，不解决住房供应的短缺问题，可能会对安省的竞争力、对安省留住人才的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接下来再一起看看蒙特利尔的情况。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与2020年7月相比，蒙特利尔上个月的房产销售和新挂牌量分别下降了30%，这是自5月开始的销售大幅下降的延续，也是市场正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信号。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表示，7月份市场上售出3799套房屋，低于去年同月的5324套。上个月新房源总数为4118套，低于去年7月的5918套。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表示，自2020年7月以来，单户住宅的中位数价格已经上涨了18%，上个月达到了50万500加元，公寓的价格上涨了16%，中位数达到了36万加元。魁北克房地产经纪协会认为，自春季以来，所有房地产类别的价格涨幅放缓，价格变化趋于平稳。这种放缓的部分原因是单户住宅的活跃挂牌数量下降到历史低位，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以当前市场价格购买房产的买家人数减少。接着来看看温哥华的房产市场情况。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协会表示，在经历了2021年疯狂的开局之后，7月份房屋销售、挂牌量和价格有所降温，但仍比去年攀升。上个月该地区房屋销售总量为3326套，比去年7月记录的3128套销售量增长6.3%，比今年6月份售出的3762套房屋下降了11.6%。上个月的销售额比7月份的10年平均水平高出了13.3%。上市待售房屋数量达到了9850套，比去年7月的12083套下降了18.5%，比6月份的10839套下降了9.1%。上个月的房价综合指数基准价格达到了1175500加元，比去年7月份增长了13.8%，与今年6月份相比没有变化。接着再看看卡尔加里7月份的市场情况。卡尔加里7月份的销售量为2319套，高于去年7月份的1835套，但是低于6月份的2915套。卡尔加里7月份平均房屋价格为488501加元，低于6月份的494111加元。卡尔加里房产经纪协会认为，虽然上个月房屋销售放缓，但仍达到有记录以来最好的7月份。7月份市场新挂牌量达到了3296套，高于去年同期的3021套，低于6月份的4135套。销售增长放缓和新上市步伐放缓，阻止了库存水平的月度增长。尽管供应量仍高于去年7月份，但独立屋的比例仍然很低。
7月份魁北克市的情况也不太好，总共完成了539笔住宅销售交易，与去年7月份相比下降了40%。其中魁北克市北部周边地区的销售额降幅最大，下降了大约50%。在目前的加拿大房产市场，首次购房者很难获得抵押贷款，而且这种趋势呢，最近几个月几乎没有放缓的迹象。尽管2019年加拿大推出了一项12.5亿加元的首次购房激励计划，目的是帮助首次购房者进入房产市场，但议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只有9804名购房者使用了这一计划。而加拿大房价最高的2个城市多伦多、温哥华，成功申请的人数加起来甚至不到50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会出现大崩溃吗？尽管部分地区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房产市场全面崩溃的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我的频道虽然做过大崩溃相关的视频，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揭示风险，目的是让大家谨慎投资。再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就是，现在应该出手买房吗？从几大城市的市场情况来看，房产市场仍处在降温过程中，但是价格尚未出现明显下降。从市场降温到降价，可能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现在有些人锁定了超低的利率，有一定的紧迫感。至于他们是否应该买房，我觉得从稳妥的角度出发，可以使用以下的判断标准。如果选择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即使在3至5年内面临连续失业等极端情况，也不会出现断供压力。如果选择浮动利率，即使遇到连续加息等极端情况，也不会出现断供压力。如果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出手买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根本不需要贷款，而是打算全款买房，那我的建议是最好耐心等一等，因为抵押贷款利率肯定会不断上升，房价下行的压力会不断加大，所以打算全款买房的朋友，现在完全不需要急于出手。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